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元气医生频道。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过完年回来，不知道大家的体重有没有悄悄上升呢？根据卫福部的调查结果发现，有40%的民众过年期间体重会增加，而且平均增加了1.7公斤哦。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大家都关心的减重话题吧。肥胖和呼吸之间的确存在密切的关联。首先是肥胖对于睡眠、呼吸的影响。当体重增加，在脖子周围囤积的脂肪就会对我们的呼吸道造成不可忽视的压力。而当我们睡觉时，呼吸道被堆积的脂肪压扁，再加上肌肉自然放松，呼吸道的阻力就更大。结果空气只能从狭窄的空间通过，就会产生乱流，进而发出震耳欲聋的打呼声。更严重的话，就会造成睡眠呼吸中止症。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情况不仅会干扰您的睡眠，更会使您在夜间多次醒来，导致白天嗜睡、注意力不集中，甚至会对心血管健康造成严重的影响。这些后果，想必之前有看过影片的观众都已经非常清楚了。顺带一提，请特别注意你的内脏脂肪指数有没有超标哦。因为大致上来说，脂肪组织也是一种内分泌细胞，它所产生的激素会影响免疫功能表现。大量脂肪的堆积更会刺激分泌各种发炎物质，像是白介素6、interleukin-6、肿瘤坏死因子、TNF-alpha 等。这些物质会进一步促进发炎反应，引发更多的疲倦、嗜睡等临床症状。针对这部分，我们之后在其他的影片会有详细介绍。当你非常努力的去运动、节制饮食，但成效却不如预期的时候，这也有可能是跟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有关系哦。睡眠呼吸的问题有可能会阻碍你减肥，甚至会让你进入越来越胖的恶性循环哦。前面提到肥胖是如何影响呼吸的，那反过来，呼吸又是怎么影响减重的呢？有研究显示，将2个本来 BMI 相同的人做对比，患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人，平均来说，体重会在1年内比另一个人多增加大约16磅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简单来说，是荷尔蒙的问题。因为当我们在呼吸不顺畅而导致睡眠不足时，身体里控制食欲的荷尔蒙就会改变。例如，帮助抑制食欲的瘦素会减少，而促进食欲的饥饿素会增加，就会提高大脑对于高热量食物的渴望。也就是说，睡不好就更容易觉得饿，想要吃更多，结果导致体重增加。体重增加又加重睡眠呼吸中止的严重度，睡得更不好。这种的情况持续下去，就进入了可怕的恶性循环。想象一下，一个肥胖的人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去运动，但却因为老是感到没精神、睡眠不足而提不起劲来，久而久之就可能会放弃运动和减肥。因为始终没有养成运动的习惯，所以摄取的热量总是比消耗的多，体重自然就会增加，再度恶化睡眠呼吸中止的问题，不断加剧这个恶性循环。看到现在，你还会觉得打呼是一件小事吗？理论上，减重可以有效改善睡眠呼吸中止症，因为当你减掉那些多余的体重，特别是脖子周围、上呼吸道软组织附近的脂肪，上呼吸道气流受到的阻力就会明显降低，不仅有助于减少睡眠时的呼吸暂停次数，还能改善整体的睡眠结构，使深度睡眠时段增长，减少夜间醒来的次数。就这一点，我来分享一个研究跟一个实例。根据研究，对于 BMI 超过25的中度及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症患者来说，减重对改善症状很有帮助。即使体重减轻不到5%，睡眠呼吸中止的发生率也可以改善12%。如果体重能减轻5%到10%，病情的改善则可以达到38%。再进一步的，减重超过10%的话，
严重度的改善甚至可以达到49%，将近一半。因此，如果要显著减低严重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发生率，理想的体重减轻幅度建议是超过10%哦。国外一位叫做 Lee Zaretsky 的50岁男人，曾经也有非常典型的睡眠呼吸中止症问题，像是日间嗜睡、胃食道逆流等等。但就在成功减下50磅后，这些情况就大大改善。他甚至形容现在是他成年以来健康状况最好的时期。不过，值得注意的是，每个人的健康状况、生理结构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并非所有睡眠呼吸中止症患者都只透过减重就能完全治好。所以，有这方面的问题，还是建议你透过专业医疗的综合判断，才能够达到最好的改善效果。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叫做 NoSAS 的测试，可以快速检测自己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风险。问卷共有5题，总分17分。如果检测结果在8分以上的人，就需要特别注意哦。第一题，颈围超过40公分就得4分。第二题，身体质量指数，也就是 BMI， 介于25到30得3分，超过30得5分。第三题，年龄大于55岁得4分。第四题，男性得2分。第五题，会打呼得2分。那举例来说，只要你是大于55岁会打呼的男性，就已经得了8分。在这个检测结果已经属于高风险族群了，建议尽早寻求专业的医疗建议哦。快点来检测一下吧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大家是否对睡眠、呼吸跟减重的关联有更多的认识了呢？之后的节目我也会继续分享更多让你能好好呼吸、睡个好觉的影片。我是刘文德医师，愿你用呼吸和睡眠找回自我疗愈的原力。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